睡眠不足使你发生车祸的可能性增加5.4倍，感冒的几率几乎增加3倍，甚至还会增加心脏病发作的风险。改善睡眠现在变得很简单，得益于最新的科学和临床指南。在这个视频中，我将与大家分享我和诊所的患者现在用来获得所需睡眠的简单系统，并持续醒来时感到休息充足。我们将探讨一些常见的睡眠补充剂及其有效性。让我们从对我影响最大的改变开始。这很令人惊讶，因为这是我们在改善睡眠时通常不会想到的事情。这非常显著，因为研究表明，正确处理这个问题对睡眠的积极影响可能比药物更大。这个改变与心态有关，也许你能感同身受。我以前上床时，脑海中充满了关于一天的思绪和我需要做的事情，我感到压力重重，担心自己无法入睡。我的压力不断增加，我辗转反侧几个小时，我并不孤单。许多有睡眠问题的人也这样想，这可能导致失眠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心理学家们创造了一种方法，帮助人们停止这些担忧的思绪，这被称为失眠认知行为疗法。那它是如何运作的？在治疗中，你会学会识别让你在睡前感到焦虑的想法，并改变你对待这些想法的方式。例如，如果你发现自己在想我永远无法入睡，明天只会一团糟，你会学会质疑这个想法，并告诉自己我不会不入睡，这并不是真的，可能只是需要更长的时间，而明天稍微累一点并不意味着这一天就要被毁掉。听起来很简单，但这关乎改变你的身份。如果你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你睡眠不好，入睡需要很长时间才会怎样，你会很难入睡，这就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。相反，我发现告诉自己我睡得很好，我能很快入睡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改变了我对睡眠的看法，逐渐让我认同自己是一个睡眠质量很好的人。这本身就成了自我实现的预言。这帮助我替换了焦虑的想法，给了我积极的展望，平静了我的心灵。因此，我的睡眠变得好多了。而且有很多研究表明，认知行为疗法对失眠有效。一项原分析即结合多项不同研究结果的研究，得出这种方法有效的结论。他发现，平均而言，它帮助人们减少入睡所需的时间。他们晚上躺着清醒的时间从60分钟减少到30分钟，这减少了50%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变化是持久的，能带来长期的睡眠改善。深入研究后，我惊讶地发现，我们的心态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，即使前一晚没有睡好。研究显示，认为自己睡得多的人在心理任务中表现更好，尽管实际上并非如此。所以，心态非常重要。我总是鼓励我的病人探索他们的思维，因为在专注于其他事情时，容易忘记这个关键因素。这是第一步。之后，其他一切都变得简单，接下来的10个步骤也很容易遵循。谈到睡眠，良好的睡眠并不是在睡前1-2个小时开始的，它从一天的开始就开始了。所以从我醒来的那一刻起，这里是我使用的10个步骤协议。我确保每天同一时间起床，身体喜欢有规律。即使在周末，我也每天同一时间起床。这种一致性对我们的睡眠非常重要。最近的研究甚至发现，它对某些健康结果的预测能力优于睡眠时长。第2条是多晒太阳，每天至少要有30分钟的自然阳光，尤其是在早晨。研究人员认为，清晨的阳光有助于调节我们的生物钟，也就是告诉我们何时是白天，何时该睡觉的内部时钟。多项研究表明，早晨在阳光下的人晚上睡得更好。第3个建议是早上喝咖啡，很多人，包括我，喜欢早上的一杯咖啡。研究支持我们应该在睡前很长时间就停止喝咖啡，以免影响睡眠。一项研究发现，我们应该在喝咖啡和睡觉之间至少保持8.8小时的间隔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采取更严格的做法。咖啡因在我们体内停留的时间很长，所以我确保在醒来后的4小时内喝完最后一杯咖啡。一些人认为咖啡因不影响他们的睡眠，仍能迅速入睡。即使他们在晚上喝了一杯咖啡，虽然你可能仍然能入睡，但睡眠质量会更差，醒来时不会像你希望的那样精力充沛。此外，社交媒体上有一种趋势是建议在醒来后的前30分钟避免咖啡因，你可以选择这样做，但根据研究，没有证据表明这样做有任何好处。第4个建议是吃一顿丰盛的早餐。幸运的是，近年来对早餐的抵制正在结束。例如，
许多人遵循16%间歇性进食协议，他们跳过早餐以进行进食，并在晚餐时吃一顿丰盛的晚餐。这不仅对睡眠质量不好，还与我们的生物钟不协调。早晨我们对胰岛素更敏感，所以早上摄入大部分热量是有道理的，而不是在晚上。就我个人而言，我确保早餐富含蛋白质和纤维。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，吃早餐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。第5点是锻炼。一项大型的荟萃分析发现，白天的身体活动与夜间的睡眠质量有明显的联系。你不必去参加马拉松比赛，即使我非常忙碌，我也可以通过加入所谓的锻炼小吃来保持身体活跃。这些是一天中短暂的锻炼，比如俯卧撑、仰卧起坐或其他自身体重的锻炼。例如，当我在诊所时，在快速的15分钟文书工作休息期间，我会进行一些锻炼。这些小吃可以累积起来，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巨大影响。我知道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，但即使我们睡得很糟糕，白天也必须坚持锻炼，否则很容易陷入恶性循环，导致我们睡不好，因此不锻炼，从而使睡眠更糟。我们必须避免这种循环。第6点是避免小睡，尽量远离它们。第7点，不喝酒，哪怕是一杯酒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，但这并不是说不要社交。社交关系对心理健康和长期健康非常重要，所以当我和朋友见面时，我会确保喝一些非酒精饮料。第8点，早晚餐，我们已经提到过这个。临睡前吃一顿丰盛的晚餐会让入睡变得困难，并且会显著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。尽管研究结果不一，但一些研究支持这样的观点。如果我们晚餐吃得靠近睡觉时间，入睡时间会延长。如果你有智能手表，可以进行一个有趣的自我实验，看看你睡觉时心率的变化，对比一下丰盛的晚餐和早的轻晚餐。所以，早的轻晚餐会让你过夜时心率显著降低。第9点，睡眠仪式。临近睡觉时，我有一些习惯可以帮助我放松，准备入睡。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，例如，有些人喜欢在睡前做5分钟的拉伸或呼吸练习，还有人会在睡前2小时洗热水澡或淋浴，这会提高我们的体温。当我们离开浴缸或淋浴时，体温骤降，这种变化会让我们感到困倦。我还确保在临睡前的最后1小时远离屏幕。随着每个人在睡前使用智能手机，很多研究表明这会显著影响我们的睡眠。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指出，临睡前的屏幕时间与负面的睡眠健康结果持续相关。所以，把手机拿出卧室。如果你需要一个闹钟，买一个闹钟或使用智能手表。第10，营造一个适合睡眠的环境，例如声音是非常重要的。白噪音机可以帮助你放松，屏蔽不必要的噪音。如果你有宠物，它们可能会在夜间吵醒你，所以最好把它们放在卧室外。当然，舒适的床和枕头也非常重要。枕头应该每2年更换一次，床垫大约每9年更换一次。所以，如果你的床垫比这个旧，可能是时候换新的了。记住我们在第9步提到的，睡前使用屏幕没有帮助，所以把手机放在卧室外，以免诱惑使用。我遵循了这些规则，它们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但还有一件事我还没提到，补充剂。有什么补充剂真的能帮助我们更好的睡眠吗？最受欢迎的选择是褪黑激素。褪黑激素是我们的大脑在黑暗中自然产生的一种激素，它的一个作用是帮助调节我们的生物钟。对于一些难以入睡的人来说，他们的褪黑激素水平并不会在正确的时间上升。在对14项研究的荟萃分析中，褪黑激素补充剂被证明能缩短入睡时间。另一项独立评审显示，褪黑激素补充剂确实改善了睡眠质量。但在补充褪黑激素时，有2个重要点需要考虑。首先，似乎没有额外的好处来自于服用高剂量的褪黑激素与低剂量相比。其次，褪黑激素应该在傍晚早些时候服用，至少在尝试入睡前1到2小时。这是因为褪黑激素作为一种生物节律调节剂，帮助同步身体的睡眠觉醒周期。那么理想的剂量是多少？不幸的是，许多褪黑激素补充剂的剂量远非低剂量。你甚至可以在柜台上购买到高达10毫克的褪黑激素，但我们对长期服用如此高剂量的褪黑激素的后果毫无头绪。目前我们拥有的所有研究都是短期的，而且
服用如此高剂量的褪黑激素，几乎不太可能有额外的好处。身体每晚产生10到80微克的褪黑激素，所以8小时的睡眠最多可达640微克。所以我个人补充300微克的剂量，并在想要入睡前1到2小时服用。镁是一种著名的补充剂，因其对睡眠的积极影响而受到推崇。总体而言，证据是混合的，一些研究表明有益，而另一些则完全没有效果。但我加入镁和微量维生素的原因，并不是因为它对睡眠的影响，而是镁的形式是镁牛磺酸。相反，我想解决一个普遍的问题：我们中有52%的人在镁的使用上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，这无谓地增加了我们心脏病的风险。中风、糖尿病和骨骼脆弱的情况，我将在下个视频中详细说明。